眼影盘、睫毛膏。然后因为为了这次的采访嘛，然后我前2天刚打完一个小脸针，就是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是比较紧致提升，然后肉比较少的，骨骼少了很多嘛，所以的话就没事就 biu 几针。This is Abby. She spent $500,000 on cosmetic procedures. S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aces of China's cosmetic surgery boom. In the last 10 years, the industry has grown fivefold. Over 80% of those having cosmetic procedures are women, and the average age is 25. 我有一个闺蜜，她做了一个鼻子非常好看，所以就想要去改变，想要变得更美。Has China's cosmetic surgery boom gone too far? 下巴截骨，我已经截过了。都说好女不裹白，我100，我95，92。Today, toxic beauty videos flood social media. 家伙能养鱼的说过吗？家伙能放60个硬币的说过吗？ Young women are being scammed into surgery. 我要么就现在做，要么就现在走人。就当时他给了我几十分钟考虑。就从我进了这个手术室的门，就一切都变了。We investigate China's most notorious case of botched surgery. 你说那个我要说吗？其实我后来听说这个医生还是在手术室。And track down the surgeon responsible. 走一个啊，好，抓到了，太好了。因为我眼睛比较大，然后我就会画几根这个假睫毛，突出我的特点。Abby Wu is a beauty influencer. Unlike women in previous generation, Abby's frank about her cosmetic surgery. It's won her over 500,000 followers on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ibo. 隆鼻有6次，脂肪填充有4次，身体的吸脂这些的有2次，然后双眼皮有3次。在过去20多年，我做过的医美项目大概有上百次了，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往上叠加，因为我觉得我在变美的路上可能会一直的向前走。Abby had her first cosmetic surgery when she was just 14. 当时是因为我要参加艺考，就要有这种上镜的需求嘛。包括我的专业课老师都说，你现在这么胖，要不然你就放弃走这条路，要不然的话你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去改变现状。于是呢，我妈妈就把我14岁的我带到了整形医院，然后做了我人生当中第1台手术。也还可以啊。去的当时挺担心的，人大夫说是没事儿。She had liposuction to remove fat from her stomach and legs. 其实还，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就放心大胆的走进去，你出来以后就变美了。就整个过程是我自己觉得很煎熬的，然后我可以看到我流了多少血，取走了多少脂肪。14岁的那个手术其实算是成功的，慢慢就是一天天开心起来，然后一天天就更加自信了。你做完以后的确是漂亮。确实漂亮，方脸星人，眼睛也有一点小，这个什么也没动的，纯天然的麻生脸，就感觉跟看别人一样，感觉好像不是自己。从一个自己平平无奇的样子，然后变成了看起来样子还不错，甚至说变成了从业者。我也是一个医美的既得利益者。
Abby is now co-owner of a busy cosmetic surgery clinic in central Beijing. 就是这样的一个面罩，然后它这个是无纺布，然后但是呢，就这边就是带一些护肤的成分，然后每天反正都会这样兜一下，这样子。一天的话，基本上能代购个8个小时吧。今天没化妆，今天没化妆，对吧？一天盯着你化妆，好了，我专业的拉黑你们。我自己先给自己点个赞。Hello， 姐妹，我是 AB。痘纹膨体5年后会变形吗？ Abby posts videos about cosmetic surgery across major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有用的内容对你们的价值更大。啊，对，我有一条视频，这在小红书上也火了。当我花了400万去换头，然后就每一年都会精进自己的医美项目，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几年每一年的样子都会有差别。It helps promote her clinic, but she also wants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osmetic surgery. 就像我之前做整形的时候，就是心肌是比较闭塞的，恢复期的一个先变鬼再变美。大家都不希望让自己最丑的一个变鬼的那个状态里，在网络上留下什么痕迹，我就完全没有这种包袱。现在有的时候会，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是会突然间宕机，过度的麻醉吧一些手术，然后频繁的去做，但是我之前完全不会这样。Every year, over 2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pay for cosmetic procedures. But according to industry research, hundreds of medical accidents happen every day. 它就跟样片有挺大差距。多少会有一点的。我觉得这衣服有点美。其实衣服是一样的，主要是打光的问题。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给你调出来。我叫高溜，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歌手。我从5岁开始就有做演员的这个梦想。像你上镜的话，可能会比你本人可能要稍微胖个5到10年左右哈。就像你上镜都我经常拍的。后期我们都可以去修的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看、非常上镜的女演员，就是任何角度和不同的机位拍出来都好看。所以说，就是其实我从小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我脑歪了，我这个嘴巴上的从那个唇部那上镜会不会显得我嘴唇很大？然后我会感觉有点像个鹦鹉。对，反光，看我，包回再让回头。对，你往一边再转一丢丢哈。哎，对，很棒，没问题，非常棒哈。对，很棒，再让不多30 ，OK， 棒，好。中间，哎，对，非常棒。对，很棒，基本上都被你看我很棒，不多，你往右边转。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个闺蜜，她就是做了一个鼻子非常好看，当时她建议我去做，她说我的鼻子侧面和某些角度不好看，就是有一点心动。所以就想要去改变，想要变得更美。你就这把人给，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一些细节。你眼睛没帮我 P 大，就给你稍微调大一点，这个双眼皮给你调窄一点嘛，稍微调小一点。对，我不要大眼睛，我要自然。我当时在广州选择这家网红医院，就是西施时光，是因为我好闺蜜的介绍。他给我推荐的医生叫何明，就是这家医院的何院长。他跟我说，这个医生非常厉害，你想要什么样的鼻型都能给你做出来。鼻头拉长一点点。这样是吧？这拉好看还是不拉好看一下？这个地方动了，看不出来。对，这个好看，就是拉一点嘛，我觉得。
In October 2020, Gao Liu had a nose surgery. 就从我进了这个手术室的门，就一切都变了。就是感觉整个人要崩溃了，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又是那么在意容貌的一个人，当时我是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这么毁了。After a week, the tissue at the tip of her nose died. 鼻子专家那些教授给到的答复是说我鼻子没救了。女演员高溜微博发了一篇长文章，讲述了自己做医美鼻子整形失败的不幸遭遇。据她称，自己术后出现了排异、发炎，甚至坏死等症状。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她很快速的，就是登上了热搜。当时我的事情，全网10亿的流量嘛。因为就是关注度太高了，内心其实挺无助的。一开始 There was public outrage and a call for the authorities to act. Within 2 months, the regional health body, which regulates clinics, announced they were sanctioning those responsible for Gao Liu's botched operation. 但近日廣州市衛健委通報咗相關嘅處理進展喎。實施手術嘅醫師未取得獨立實施美容外科手術嘅醫療美容主診醫師資質。天河區衛生健康局依據執業醫師法給予該醫師暫停6個月執業活動嘅行政處罰。該門診部給予警告並處以49000蚊罰款嘅行政處罰。This was the 6th time the authorities had fined the clinic, She's Times, since it opened in 2019. The previous 5 sanctions were for other violations of their rules. She's Times closed within months of the scandal. But Gao Liu's surgeon, He Ming, was not named in the report. 你说那个我要说吗？其实我后来听说这个医生还是在手术室，还是有很多人会找他做手术吧。其实有的人可能也不太知道。But is this rumor true? Is Dr. He still operat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cosmetic surgery industry is fueled by hugely popular beauty apps. They feature photo filters which create an idealized look. 到脸上的这些一丝一毫反差都会很大，所以不能搞得太夸张。The most popular app is So Young. It has an AI function called the Magic Mirror. Simply scan your face and let the app analyze your so-called imperfections. 有眼袋。And then it recommends procedures. 下巴截骨，我已经截过了。哦，蛇精脸，就是我们原来就是玩那些芭比娃娃，然后给芭比娃娃换衣服，然后换发型一样，就是那么简单。瘦鼻，整体我鼻子应该改善吗？那我再重新做一次。哎，这个看我还是白富美脸啊！变美推荐，然后就项目就来了。The app is free, but So Young takes a cut from every procedure it helps commission. So Young portrays cosmetic surgery as a joyful and fulfilling experience. 做女人真好，心养医美，做双眼皮就上心养。So Young adverts promote procedures like eyelid surgery and surgical weight loss. Chinese beauty apps are backed by tech giants like Tencent and Alibaba. 想得美，你就美，心养医美。
So Young connects potential patients with clinics and doctors from over 300 Chinese cities. The app also has a community function, where users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ask celebrities like Abby for their advice. 肉眼可见的毛孔，然后现在完全都看不到了，很红润，气色很好，就感觉哎，刚刚睡了一个美容觉起来。为什么近几年会爆速的增长？近10年、20年，就经济发展也非常的快。然后大众的接受度就是跟铺天盖地的这些所有信息量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个必然的过程。Dr. Yang Lu is a plastic surgeon with 20 years' experience. She runs her own clinic in Shanghai. 因为我的爷爷是普外科医生，然后我爸爸也是普外科医生，所以我是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来，哎，就是那个雪莉的朋友啊，所以我是整个见证了医疗美容的一个发展史。The surge in demand for cosmetic procedures has led to a shortage of qualified surgeons like Dr. Yang Lu and more botched surgery. 以前的时候是修复、出诊都有，再到后面的时候，我去做的更多的是修复。就休息，告诉我，没事，你脉动还蛮好的。近几年了之后，我发现这个修复的案例就逐年向上走。我亲身经历很多求美者为什么第一次失败，基本都是在就是没有执照的，甚至在人家家里做的。没整形之前的，对，没整形之前还是挺好看的。Dr. Yang Lu's next patient today is Yue Yue. She has a well-paid job and has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cosmetic surgery. 我上面有个姐姐，她长得挺漂亮的。我小时候就比较胖，好像就不如她。然后我姐学习成绩就特别好，老是在父母的这种对比中，就是让我就感觉一直自己被否定的感觉，总是希望自己变得好一些，更好一些。你看之前啊，身材也挺好，天呀，是吧？我这眉骨都没怎么 P 啊。She came to Dr. Yang Lu to repair a number of botched procedures. A face-shaping injection went wrong at an unlicensed venue, distorting her face. 闺蜜吧，她是自己看了家美容院，她说就是填充那个叫什么童颜针，然后导致了我整个面部的一个肿胀，然后一个蛮化，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在取异物的路上嘛。中间的过程中，我又去做了一个双眼皮儿，然后双眼皮又失败了，导致我整个形象就坍塌了。在一家外企做 HR， 其实我每天要接触的人还是蛮多的。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整天没有自信了，然后也影响工作。然后呢，这边应该也。Dr. Yang Lu is checking on Yue Yue a few weeks after surgery to remove some of the face-shaping filler which had hardened. 好过瘾，看着。从一个你看我原来的一个情况。来，这个是手术当中的时候非常厚的一个。所以这一块只能是手术把它切掉、剪掉，然后真的是我觉得像挖宝藏一样的，挖了好多东西出来。很多人都问我，大热天的为什么要戴个帽子？为什么要戴个口罩？一下就是物理像水泥一样，很硬，你知道吗？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自己也是属于一个高知的一个人群啊。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跑到美容院里去做一个医疗项目？因为那个美容院是我闺蜜开的。我就是出于信任。她自己是医生吗？她说她在哪里学过什么？啊，明白了，那也就是那种什么3天培训班、7天培训班那种。然后，那你在做之前的时候，你有看到过她给别人做吗？有看过，他给我发的一些照片，倒是挺好的。看样子他害了不少人。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这个都翻脸了。
我很开心，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把我的东西全都取出来了。之前的时候，后期的话可能其他部位还需要你。可以，没问题。等到完全摸起来，第一比较松软，第二个没有疼痛了，我觉得再做稳定。稳定一下。如果你一直走在这个修复的路上，无论是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其实是双重的。然后有一些是可以修复的，有一些甚至都无法修复。Yu will return soon to Dr. Yang Lu's clinic for more repair surgery. 我觉得我现在我都不要求自己能变美了，就是哪怕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都挺满意的。Every year, tens of thousands like Yue Yue fall victim to unlicensed cosmetic clinics in China. According to industry research, at least 100,000 cosmetic practitioners are working without the right qualifications. 像我现在的脸有点肉嘟嘟的，它上镜会显得很胖，就是肉比较多。做这个鼻子手术之前，然后没做双眼皮之前，就是最早的时候一个原生态的脸，看起来非常的清纯。但是在当时我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很普通、很一般的。现在就是挺喜欢我早期时候的那种状态。这个鼻综合项目其实它简称肋骨鼻，就是需要取一块我自身的肋软骨，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取一块就是软骨出来，放在鼻头的。We asked Dr. Yang Lu for her professional opinion on Gao Liu's botched surgery. 有印象，当时因为很多报道。肋骨鼻它的支撑性比较强，所以对于那种基础特别差的，或者说是有一些鼻畸形的，其实它有一点修复重建在里边啊，是可以达到很理想的一个效果，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做。就比如说本身基础挺好的，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些。这个手术呢，是对医生的要求也会比较高。这是我在西式关手术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我的鼻头这一块，就是还是红色的，能看到淤血。朋友就是2个人陪着我去的，面目全非，他们非常害怕，就吓了一跳，都认不出我来。我需要留院观察72小时，就是他们说需要打消炎针之类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就是会发生意外。其实有经验的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鼻尖其实它是缺血的一个状态，它这个皮瓣非常的薄，要第一时间把张力减掉之后呢，还有就是局部的这个皮肤的一个回暖。何明医生在换药室，就是给我检查我的鼻子，说是过敏。医生既然说我是过敏，那我就相信了。但是3天之后，嘴巴还是没有消肿。他们就跟我说，我就是需要进行第2次手术，需要把鼻子里面的假体取出来。他说我要是不取出来，我的鼻子会保不住了。做完之后，后来就是情况没有好，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是大概是第7天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鼻头已经坏死了，就是变成黑色了，有点。直到整整7天，他们才把我转院治疗，在那个3甲医院，广州南方医院。早点送过来治疗，我的鼻子就是不会坏死，是因为送过来太晚了。术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这3天里面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我们说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你要能发现问题，第2个呢，你要及时的去让它的损失降到最低，而不至于它的就是往后越发展越严重。
我当时都以为我的鼻子都要被切掉了那种心态。然后这个是我妈妈的手，我妈妈就怕我想不开嘛，就一直在医院陪着我。你都要流口水了，你吃吗？你吃吗？这你不能吃。九叶，坐下。你闻什么呀？ It took months for Gao Liu's wound to heal. "因为它结痂脱落，我掉了一块肉嘛，鼻头鼻尖，所以比之前短了很多，它左右是不对称的。基本上是21年那一年，我就没有出门过，天天在家，就每天就没事干，所以就每天就是学做各种吃的。 就是从我出院到我修复这个手术，中间是隔了1年多，快2年的时间。我是没有工作的，我也没有见朋友，没有交际，就是没有出门。其实每天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毁容了，就是没有心情。当时对于我来说是断送了我的演艺生涯。 我试一下，看着还挺好吃的。辣椒辣椒，你看他还想吃。嗯，嘿，哟。 We've been searching for Gao Liu's surgeon, Dr. He Ming. He has a profile on the beauty app So Young. We can see he was once reviewed as patient, skillful, and gentle. So Young has now restricted his profile, saying he's violated industry regulations. But on social media, we find recent videos of him operating at another clinic called Qingya. After Gao Liu's botched surgery went public, and shortly before clinic She's Times was forced to close, this new clinic, Qingya, registered at the same address under a different legal representative. She's Times' Weibo account switched to promote this new clinic, Qingya. Dr. He Ming is being advertised as their chief surgeon and technical director.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strong links between the clinic where Gao Liu had her botched surgery and this new one. And the scandal doesn't seem to have affected Dr. He's career. After 4 years and 2 nose repair operations, Gao Liu is still liv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好了，不能说了，那个水脏，走，脏。然后很多人都说我就是不是因为演戏出名，而是因为整容失败出名的。就是只要哪里有整容话题，哪里就有我。勒坏了，啊，勒成这样了！我的天呐，这么夸张呀你！比如说我现在出去啊，可能人家并不记得我是谁，但是你只要说你是那个整容失败的高流，大家就一下想起来了。他确实是成为了我的标签。 We've been investigating Dr. He Ming's career. On a national database, we found that Dr. He Ming only became a licensed plastic surgeon in April 2024, 3.5 years after operating on Gao Liu's nose. But even then, this license should not have been granted to him. Provincial Health Commission rules state that no surgeon who's been sanctioned in the last 5 years can qualify. Dr. He was sanctioned in 2021. To find out if he's presenting himself as a properly qualified plastic surgeon, we go undercover.
Dr. He-ming's new employer, Qingya, has moved into a bigger and more luxurious venue. We've managed to get an appointment with Dr. He, and we are secretly filming our visit. 你好，我预约了今天中午12点手术吗？不是，是咨询。大厅先做一下手术。The staff say Dr. He-ming's busy. He has 4 surgeries booked from 9 a.m. to 7 p.m. and can only meet between operations. Meanwhile, we are sent to talk with a senior beauty consultant and ask for options to improve our nose. 来，这是我们总监，来这边坐吧，亲爱的。没有了，然后面诊给他设计一下。肋骨鼻就从长远的效果会比较好，不论你刚做1、2年还是10年、20年，它基本上就是固定在这里的支架，它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如果你能接受取肋骨的话，我会建议你就做肋骨。The consultant is keen to sell the same nose job Gao Liu had. 或者其他类型也可以。这种也是驼峰。She shows photos of patients and says they are Dr. He-ming's work from the past few yea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we know he wasn't qualified. 一点驼峰都不想要的。他这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已经是做了有1、2年了，这个鼻子。这个是去年做的，应该有时间。23年3月份。3月份。这个也是合院做的吗？我给你看的都是合院，因为我们这边做鼻子就只有合院。我们分专科专项，就基本上除非合院没有空接，有的客户很着急，基本只要客户能等就会找合院。他专科做鼻子的医生，去年1年，广东医疗协会拉数据，就是合院是整个广东省做鼻子做的记录最多的医生，所以被评为广州鼻王。都是合院做的。对，合院跟我们挺久了，合院跟我们都有7、8年的时间了。对。这合院一直在这边做，对，做7、8年了。对，是的，跟着我们挺久了。不是那种很高难度的鼻子，其实合院修鼻子，像有些很高难度的鼻子，它都可以修得很好看。你找到合院的话，还是你比较幸运的，鼻子不会走弯路。The sales pitch continues as the beauty consultant shares her own experience. 我的鼻子也是合院做的，不过我做的比较早了。我的鼻子做了也差不多有3、4年了。我看一下我术前的鼻子。好呀。我以前术前就是这样的，也还好，反正都是在慢慢一点一点变得比原来好。对。你自己还有没有啥疑问？那大概费用是多少呢？费用49800，就麻醉杂费是4780。那鼻骨内推如果也要加的话，就是加1万；鼻基底要加就是加1万。The long list of procedures costs almost a year's salary for an average graduate in Guangzhou. But the consultant says not to worry, there are loans on offer. 然后，反正到时候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分期，你也可以分期。可以分期吗？对。是贷款吗？对，它是属于医美分期，会有一点点手续费，但不是高利贷啊。我自己做项目，有些项目我也都是分期的。The consultant is making the large loan sound affordable. It's common for cosmetic surgery clinics to offer loan options to patients, encouraging them to borrow for expensive surgery. We are told Dr. He will meet us soon. Chengdu,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known for its giant pandas and spicy food. In 2017, the local government passed a development plan for Chengdu to become the country's capital of cosmetic surgery. But it seems that a new scam is on the rise in cosmetic surgery clinics here. 2 young women agree to tell us how they fell victim to recruitment scams.
They asked for anonymity for fear of reprisals. Xiaomu, not her real name, was just 18 when she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smetic surgery clinic. 然后线上谈的话，它其实是讲的是医美顾问。我以为是就学了那些专业知识，是去帮助客户解答他对这方面的疑虑这些。今天这个在买点24。Xiaomu now makes jasmine bracelets and other craft work. She told us the promising clinic job turned into a nightmare. 没想到它其实底色就是销售，每天可能谈10个线上平台去聊，长得比较好看的小姐姐的视频下面，在下面留言，把你的通讯录从最开始一个一个往下去聊，每一个挨个没有意向，挖掘出他的意向，就他会去跟你讲这种很有目的性的交流，对我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就每次我其实都做得蛮不好的，然后压力就会更大，就恶性循环。我选这种比较大然后快开的花包。我自己的话，只能挣一些小钱，慢慢的去积累嘛。A week into her job, Xiaomu's colleagues started commenting on her looks. 但是到后边的话，他会有意无意的去跟你说，像你这样，你其实做哪里你就会更好看了，怎么样的。那他说一会儿我们可以上去面诊看一下，拍你的面部的特写，然后给你把你 P 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人，直接就是对待一个客人一样的方式对待你。然后他说，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贷款能不能办下来。当时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但是被架在那里然后就说，你如果不做这个手术的话，你的客人凭什么信服你呢？ Xiaomu was pressured into double eyelid and nose surgery, costing $14,000 with over 30% interest. 其实18岁这个年纪是不太好办理贷款这个事情的。人坐在我旁边全程指导，有时候他会上手，把你的通讯录挨个拍一个遍，每个月的流水这些拍一下。怎么钱就贷下来，怎么就要做手术，就一系列太突然了。担心还款的压力呀，然后也担心父母担心做毁容了怎么办？但你被架在那个地方，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想拒绝的话。我就在 APP 上面就发现一个叫美容接待岗。Dalan, not a real name, is a recent graduate. Like Xiaomu, she said she was pressured into a loan and surgery. In her case, just 24 hours after being offered a job in a clinic. 我的那个直属上司，他就让我那个同事出去了，就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人大街上多得很。如果你离开了我们的公司的话，你肯定是找不到工作的。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愿意去动一下你身上的一些部位嘛，相当于作为我们店里的一个活招牌，要么就现在做，要么就现在走人。就当时他给了我几10分钟考虑。手机拿过去之后，他们3下5除2就弄好了，填的资料包括一些职业信息、收入信息，全部都是伪造的，几10秒的时间就马上放贷了。快到我感觉都没反应过来，
12点过就开始让我抽血，好像就是1点过吧麻醉，直到我躺在那个手术室上面，我真的觉得心慌慌。那个医生先扒下我的下眼睑，然后呢拿了一个很长很细的针，就直接打到我这里面，就是打麻药，一直往里面伸，我觉得好疼啊。他说让我忍住，又往里面戳，非常疼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就在捶床，我就说让医生轻一点吧，我疼的都忍受不了了，我最想打那个医生了。After surgery, there were other problems. 一个是身上背了贷款，感觉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我的上司，我也不知道为啥不满意，他会在公共场合里大声叫你名字就骂你，就是有点贬低你那种，就说骂你有点傻那种。我说姐，我想离职了。我现在想起来，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好让我早点离职的。说其实我实际的出勤天数是有10多天的，然后呢，最后就只给我发了303块钱，然后还有零有整的，有零有整的，真的好侮辱人啊！我觉得。我想出一口气吧。当时我就是报了警之后，那个警察他说：“妹妹，他说你这种事情我其实见的也不少。” Dalan says the clinic which scammed her is still recruiting for the same role. 下车的乘客，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 Scams are on the rise as China's job market gets tougher. Many of the victims have been left with long-term debts, like Xiaomu. Xiaomu quit her job after 6 weeks, but is still paying off her loan 7 years later. 前方到站，长余立交。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Sometimes she couldn't pay the monthly installments. 但是没想到就是停止下来，危害是那么大的。 The loan company began to threaten her. 你的通讯录会挨个的收到短信、电话骚扰，然后包括你自己本人的手机也是每天几十个电话这样的轮番轰炸，恐吓的，然后辱骂的这些都会有，甚至就会去想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嘛。看一下吗？茉莉花手串，多少钱一串？这个小的5块，大的10块。 慢慢的成长起来，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还是得去解决，不能一味的去逃避。他美颜，这个是3个，他美颜，没事，你后面。Xiaomu hopes to pay off the loan by 2026. 路过这些医美机构和那些广告的时候，内心其实会很感慨。 这几年，因为这件事情，也没有很好的去感受自己这个年纪应该去享受的比较肆意洒脱的生活。Hello， 这也太好看了，对啊，这完全就是马卡龙的颜色。哇，5颜6色的。 都不出声，然后默默把手机打开了。这个好看，去你再摆摆，能 P 就行。哎呀，好累。哇！当然，我都希望别人夸我是天然美。现在其实大家都是科技脸，大家都做过，那你还装什么呢？就是这种感觉。 你俩好可爱呀！我感觉你，我觉得我整个比我小2圈。我这个有个是光，像乖宝宝的感觉。如果再想改变的话，我可能就是再把鼻子重新弄一下。你想做什么控制？毕竟也6、7年的时间，但是我的这个条件很有限，因为你频繁做完了以后，然后它其实还是会皮肤的那个弹性就会变弱，就是它可以给医生操作的空间就比较有限。 对，你就不能给一个医生做马甲的布料，你让他做婚纱。你这个
自然。我现在想做人中缩短，上次问过你，对，别做，想有疤痕，有吧？做完减龄啊，对，你看他人中很短，又没有这个困扰，对。我好羡慕你的下巴，很立体。做的。然后，但是呢，其实很多人没有去关注到一个成功的一个人背后他自己经历了什么。在我身上拍过的每一个刀子，然后流的每一滴血，其实在我身体里都会留下痕迹，而且是很多，是不可逆的。你给我 P 一下呗，相信你。能不能给我美白一下？这个是最白的，最白这个。很多表情我一定要过度的去拉扯它才能达到一个你看起来很自然的状态。所以我要做很多这种背后的一些工作，不断的去维持好自己的皮囊。在我死之前就要这样循环往复，然后没有尽头。你发到那个群里边，发群里吧，直接发群里。你下午茶。主要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鬼样子，我都不愿意回家见父母，我怕他们说我指责我。Today, Yu is back in Dr. Yang Lu's clinic for her next repair surgery. 来，请坐。2018年的时候想做个全切的，结果就是效果非常不好，然后眼角眼尾整个就是这个弧度，你疤痕也特别明显嘛。可能他又找了一个新手给我做了第2次，但是做完以后更差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双眼皮的位置给你做一下修复，然后同时把疤痕去掉了之后，眼尾做一个提升。1、2、3，好，闭眼睛。好，我们闭上眼睛，准备开始消毒了啊。好，轻轻闭上就好，不怕啊。有点凉凉的。好，放松。看样子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是不是？对，做着做着就睡着了。选择要好，你后面就省了很多事儿，你也不会在这条路上一直修复。看我鼻子很好，闭上，已经好了啊。然后呢，明天你可以来清洗一下，换个药，然后就等到最后1个星期过来拆线就好了。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那段路程是怎么走过的，但是我现在我感觉看到了希望，能恢复好两边是一样的啊。可以了，自己好看了，你的心态好，心情好了，你的工作质量就会上去，你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Gao Liu is in Thailand on holiday.我我有时候会忘记，就压根不记得我鼻子这回事情，想不起来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挺快乐、挺开心的。有时候想到这种事情，我就会睡不着。给顺利果盖了被子，这下睡觉可以睡得安稳觉了，不会失眠了。就是事业是一落千丈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很后悔，就是为什么，但是要去做。何医生他从来没有跟我道过歉，也没有说是他的失误给我造成的。Back at the clinic, we're finally about to meet Dr. He Ming. 好，拿到了，太好了。An assistant leads us to the consultation room, and we are secretly filming. 来，何燕，医生你好。来，坐一下，我看一下。哦，好。就想了解一下鼻子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眼睛摘掉，我看一下。
看你鼻子也蛮好的呀。其实我觉得你最主要是鼻尖的问题吧，其他地方的话，你把它也可以放在家里把它修的视觉上窄小一点点啊。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驼峰可能要做个截骨，就把这驼峰截掉一点点，因为太过于硬朗了。就改的柔和一点点会好一点点。所以医生，你做这个手术做多少年了呀？我做鼻子大概我是12年开始做的。哦，12年开始做，那很久了。对，因为何院都是一直跟着我们的医生。He's making himself sound very experienced, but Dr. He isn't really a properly qualified plastic surgeon. 心里面就是有很多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地方。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医院的很多案例，因为我们医院的基本上都是，包括你说真人也好啊，我们医院的很多助理啊，都是我做的。客户。那我先看一下那个。罗总，那你带何院去呗。行，那你们就先聊一下，先好，谢谢。好吧。And with that, he's off. It seems he's very in demand. 何院是又去做手术了吗？不，他是守着，因为有客户要面诊，然后他去那边沟通了，今天手术的。而且何院的话，它是我们医院里面6个主刀里面，工资最高的啊。对，因为他也是跟了我们很久的一个医生，不会说去。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去选择一个更差的医生，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品牌，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技术，包括说像我们清雅的话，全广东都有30多家分院，自己医院的医生去做。Like the beauty consultant, the assistant also uses herself as an example. 理解。不然你看为什么？其实你说做鼻子的医生，广州、上海什么的都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我们自己院内的医生做？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技术是完全放心的。对啊，毕竟咱也是靠脸吃饭的。对啊，是。谢谢你们了，辛苦了。没事。哎，是到时候有什么的话，就到时候你有什么疑虑那些的话，我们也可以微信啊。好的，拜拜。Despite not being properly qualified, Dr. He and clinic staff say that he operates on dozens of patients every week and has done so for years. It looks like his surgical career is unaffected by Gao Liu's ordeal. 我想给你看一段视频。医生你好。坐一下，最想了解一下鼻子是吧？是的。眼睛再给我看一下。那恢复期大概要多久呢？大概如果说有疫情的话，可能2个星期就消掉了。对，就是他。我确定就是这位医生100%。我看了视频，其实就是跟我当时面诊，大同小异吧。我跟他的交流时间很短。做鼻子大概我是12年开始做的。12年开始做，那很几年了。你说真人也好啊，我们医院的很多助理啊，都是我做的。你找到何院的话，还是你比较幸运的，鼻子不会走弯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嘛，营销嘛，包括就是很多人就会像当年的我一样，什么都不懂呀，就听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就会盲目的去做。去年1年。广东医疗协会拉数据，就是何院是整个广东省做鼻子做的记录最多的医生，所以被评为广州鼻王。多年以后被人称为广州鼻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讽刺的，让我一个完好的鼻子，然后毁容到鼻头坏死，所以说我觉得挺可笑。整容都会有痕迹嘛，上镜的话还是越自然越好。其实我以前是不太懂，其实我做的项目都是瞎折腾。就是我如果回到之前，我是觉得我任何开刀的手术我都不会做。中国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包猫
for medical beauty institutions in China. Qingya. QY. Chen Medical. Qingya, Dr. Heming's new employer,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It claims to have opened 30 branches. 从业了近20年，见证了鼻子人口版的不断变迁。今天就聊一聊鼻基底。先说结论。In November 2024, Dr. Heming started a social media account as a nose surgery expert. 只是轻微的上颌发育不良。 He claims to have nearly 2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o have done 10,000 operations. There is even a photo of him holding a banner with Nose King written on it. In the past 5 years, China's Central Health Commission has repeatedly ordered local health bodies to better regulate clinics and practitioners. 希望未来增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规范，让很多这种求美者能够放心的去变美。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不但是为别人美，我自己也要保持这个状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自律。 有一段时间我跑得比较勤，我每天都跑，然后每天跑，后来发现哎怎么黑了？皮秒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扫一下。我只要生命在的一天，我都会爱美。我的求美者当中，年龄最小是11岁，年龄最大的是83岁。假如我是很长寿的话，我觉得我要超过这个目标。 6 months since her scam, Dalan has finally paid off her loan. 白人爷，我是最爱你的，爱美都可以放弃。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今天把它还掉。就一点击那个还款，然后看到那个维克尔已结清。 之前的那种很累的心态已经完全走出来了，就感觉真的那段事情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Xiaomu still owes $4,000 US, a third of what she was pressured to borrow. 就你说长就感觉真的非常漫长痛苦，但是说短的话就是说我的18岁哪里去了，就是这种。然后我是希望年轻的女孩子不要和我一样在这件事情上栽跟头。也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被 这样快节奏的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焦虑迷茫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